之前呢，我有在我的粉砖上面有跟大家说，我今天要教大家一个新图样嘛，对不对？那等一下会一起先练习，那不过也是先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图样是这一个，我已经画好它的分解步骤了，等一下会仔细的教大家。那另外的话是这一个哦，那这个是我的会员课里面，会员课这个是缠绕基本功，就是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快速可以做卡片的一个小小的课程，啊，这是缠绕基本功，所有的会员都可以看的。另外就是，我画了一些这个 AT 砖哈，那这个也都是打算在那个未来哈，就是接下来我会有那个线下共识会的时候，会送给来参加的同学啊，这几张我自己觉得还都蛮好看。我发现好像画这种花花草草的会特别好看，这个是一个蚕陀螺。好，那今天也就是要教这个卷卷的这一个叶之舟，好吗？嗯，好，那主要是这一些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下个月的线下共识会，我的主题哈是这个要画这个购物袋，这个购物袋是去诚品书店买。哦，那为什么会选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它其实虽然说是便宜的小东西，可是我觉得品质还算 OK。哦，然后我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笔具哈，我知道有人很好奇是什么，可是请先让我卖个关子哈，等我共识会之后哈，让参加的同学们呢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讯。那我用的这个笔具不是布绘笔，也不是柔绘笔啊，那也不是单纯的麦克笔，因为你看它这个颜色的是可以做到渐层的效果哈，是比较特殊的。哦，那这一个是我画的第二个，第一个是这一个。那因为我要去试说它到底能不能水洗哈，那这一个是洗过的，洗过了以后它的颜色会变稍微淡一点，可是还是颜色算是还在啦，并没有全部被洗掉。那这个就是这个下半部这里哈，是我在用同样的笔，我又补色上去哈，所以其实它是可以补色的，没有关系。那这个袋子的话，其实我们这种环保袋呢，我们不会一天到晚去洗的啦，它不像是说我们穿的 T 恤，哦，夏天到了流汗就要去洗，那它就是平常就是这样子用，这样子我用力搓它是不会掉的，OK，哦，它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线下共识会的一个工作坊，哦，那希望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能够来参加，我是觉得很好玩，好漂亮哦，拿在手上觉得很得意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教这个叶之舟这个图样哈。那其实叶之舟这个图样呢，是中国的子佳老师他所分享的，他所解构分享的。我蛮早之前就有看过啦，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画。那直到最近哦，好像是山老师、詹板老师还有克里斯汀老师，他们之前做了一个3个老师的联合直播，所以我也就是找了一张纸就来涂鸦一下哈，然后就发现，哎，这个图样还蛮好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是子佳老师，这个是他的 Instagram 啊，ZenIndigo.art。好，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追踪他。子佳老师的作品非常的华丽，很漂亮，哦，我是觉得是一个蛮值得 follow 的一个老师，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画这个标准版，然后再来学画我那个变化版，好不好？好，来，这个原版的哈，原版的是这样，先画一个有点像 S 型，可是因为我们最后要画成像一个叶子，哦，所以它并不是那么的弯。而这个线条，大家可以自己练习一下，慢慢去掌握。哦，这个是一开始的。然后第二个步骤呢，是左下角这边，哦，就在这个弧形尖尖的地方，哈，凸起的地方，往这个底下连起来，这是第二步。
这是我看看，这是2，这是1，1、2，然后第3步呢，从这个上面，在外面这个大的圆弧，3，这是第3步。所以就是先画一个 S，然后左边的圆弧，然后右边的圆弧。第4步呢，它是会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 S 的这一个位置，它要画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它这个有一点点像我们平常在画这个商路页我们平常画商路页不就这样子嘛，这是标准的样子。那经常会有人就是这样子画一个好像它折进来的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样子，是一个这个小凸起的弧形。好，这个是第4步。好，第5步呢，它就是从这个地方，这个尖角连到这个尖的地方。好，这个是第5步。第6步是从尖的这个地方连到这里的中间。这个是第6步。好，这样就画完了。所以就是大家就可以知道是怎么讲呢？你看这个是一个尖角从尖角连到这个凸起的地方，等于说是这一条的中间，这个是尖角连到这个的中间。OK， 就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是标准的原始的叶之轴它叫做 YEBOAT 那他们的中文我写繁体字叶之轴，S 型，左边弧，右边弧，然后在这个反折尖的连到中间，尖的连到中间，就这样子。这个图案呢，你看那个子佳老师他的 sample 你看他是画着这种像放射状一样的，就会像一朵花。那这个也是像是一朵花一样，那它有穿插的有一些其他的小图样在里面就可以做成一个相当来说比较华丽一点，看起来复杂的作品。所以这个图样我还蛮推荐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图样。好，第一个步骤一样是画这个，可是呢，我这边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弧度，头尾这边稍微有一点点弧度，因为我这个是扭扭版的叶之轴所以就稍微要弯一下这样。然后第二个步骤一样是这里要连过来，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就直接这样子画，也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扭，都可以直接过来也行。直接过来的话就这样子直接就过来了，好吗？我画的第二个步骤，我是先把这个上面这个连过来这个地方我可以稍微做一点加粗跟圆滑的动作，这一条线连上来。好，再来我要画右边的这一个圆弧那这边的话原版的它就是一条圆弧线，那我这边要做一个波浪线，那我会从这边就是弯过来，那你要怎么弯都可以，随便你。好，等于弧线变成波浪线，它就会卷卷的、扭扭的。然后复杂的地方来了其实也不能说复杂，就是变化的地方在哪里。好，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圆弧，对不对？这样子弯过来，好像要画一个螺旋一样。好，我到这个地方了以后，要稍微画一个这个有一点像 S 的线条，反 S。圆弧上来，然后反 S 过去，然后再一个线条画过来，从这个尖的地方跟这个一样，从尖尖的这个地方连到我们这个圆弧的顶点它就会形成一个像是这一个东西卷过来，卷成一个像甜筒状的感觉。OK，
我这个图样我就叫它 Ker Ker Yet Boat，等于就是卷曲的叶之舟，好吗？Curlyeboat，好，这个 Curl 就是卷曲的意思，主要是要表现在这一块哦，这一块它是卷过来的。那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共识会了哦，好不好？那今天呢，我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我有一张比较小的圆砖。哦，这个是白的，你们现在画面看起来可能是比较偏黄哈，它是一张白色的纸砖，然后它是我手工裁的哈，这个是标准的，这张是茶砖，这张是白砖。来，你看一下，我这个是89mm 直径的哈，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圆砖。为什么会手工去裁这一个？因为觉得标准圆砖有点大。其实大家知道为什么缠绕画会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方砖吗？它当初也就是因为它这样子巴掌大小，它让大家就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完成一张缠绕画的创作。哦，那只是圆砖它就设计的比较大一些哈，圆砖是117mm 直径。哦，那你如果没有圆砖，你就直接用这个普通方砖就可以了，好吧？我们除了今天的这个图样之外，我们还要来画什么？那就一样是抽取这个 Art Raffle 哈。OK，好，我们今天抽到的这些图样都不是很困难哈。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方形的图样，这个我们好像之前抽过好多次。这是一个官方图样，叫做 BB，这个超简单。那这个是 Limited Palette，它应该是指有限的颜色吧，要用这里的颜色。那这一个是暗线。哦，那这个 Murphing 它是一个我觉得有点难的技巧。因为它是必须要，有那种图样渐变，它等于说从 A 图样要慢慢让它变到 B 图样这样子，所以它是有困难的。这一节课我有上过，哦，我有跟着 Annie 老师的课程，我有上过，我觉得它是困难的，所以我这个也就先不去弄它。然后这个是 Bejeweled Hurry，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一个画宝石的。然后这个是 IX，这个是官方图样哈。所以我们可以，我觉得我们就简单的吧，画 BB 跟这个 IX 好不好？相对来讲容易一些，直接我就画在圆砖上面了哈。就先画这个图样哈，我不做暗线的，我直接画，而且我会画稍微大一点。先画一条直线，然后头尾画三角形，然后把它涂黑。好，然后我们画光环线，再画一个。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哦，因为把它画成像一个 X 一样哈，那我是从这个方向。长度跟大小你都可以自由决定，好吗？一样头尾涂黑哈。这个图形它的变化呢，有的人也会把这个黑色三角形把它画成圆形，哦，那也是可以的。
主要是这个线条结构它的绘制的顺序。好，我们一样画光环线哈，然后碰到的第一个的时候，我们就跳过去，从后面画。那这个光环线呢，其实可以有一些变化哈，就是说你不一定要维持它每一个都是等距哈。那像我自己，我就会经常会故意有一点点变化，比如说像这样子，我就故意画大一点，就是有一点变形歪掉的感觉。可以画很多层哦，这个都随意发挥。那我就画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觉得画很多层的话，它就会变成很粗壮。做一点加粗跟圆化。这个卷曲的这个叶之舟，你看我这个线条比较奔放。好，先把这个线条画好，对不对？然后第二条是什么？这一个。第三条这里啊，要画过来，在尾端我可以做一些加粗，让它这个有一点点视觉上的变化。好，然后右边这边要卷卷的卷过来，对不对？好，假装这个被它遮住了，然后再到这边过来，是一个超扭的叶子。然后就从这里啊，这边要绕过来，卷上来之后，一个反 S 线条，然后这边再连过来，那就好了。哦，是不是就这里很卷，对不对？就这里很卷啊。你可以练习反方向啊。如果我发现反方向好像我自己画的很不顺，哦，就是一开始的这一个线条，这一个，那要画反过来是怎么样？就这样子，这样子画。哦，其实它就很简单，它全部就是长方形一条一条的，然后把它画在你想要的范围之内，然后其中有一些就全部的涂黑，就这样子而已。好吧，来，我用铅笔帮助我自己一下哈，我大概是画一个在这样子的一个范围。OK，我从中间这边开始。那这一个的长短粗细呢，你都可以自己掌握。这边这样过来，那就选择其中一些可以做涂黑。哦，这个图样
就是非常标准的简单的图样重复画哈。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沿着边边我再描一次，让它更清晰。好，我这边要再画一个这个叶子哈，那不过因为要被遮到这个底下，我就用铅笔来帮助我自己啊，我就要这样子画，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搞不清楚它在哪里。可是因为它被挡住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主要会呈现这一块。等于算是我现在在用铅笔打草稿了。好，那我就要跳过这个 BB 这个图样哈，我就是在这个上面，就这样。等于是这个叶子是藏在后面的啊，比较看不太出来。等一下这个铅笔痕迹用橡皮擦擦掉就可以。我们今天不要画太复杂，我打算，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也不知道，觉得这边有一点点空间哈。在这个边缘哈，差不多1公分左右的位置，我用铅笔这样子画一圈。这个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装饰技巧。然后用纸擦笔哦，我就把它擦开。这种立体的感觉就有一点出来了。然后我先把刚刚这个打草稿这个位置哈，先擦一下。好，我们这边就做阴影。这个先做这一个 IX 哈，它的阴影就是左右两侧，这样就好了哦，因为它就压在这个底下。然后这一个它的阴影的画法是在这里。哦，这边它因为是剪进去了，所以它有一点点暗暗的。然后这里是它的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地方，哦，都是折弯在底下的。那这一个也是一样。那这边这个是两个的交界的地方，有一点点阴影。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上一点颜色，这一盒最爱用的这一盒。平常我们都是先上了颜色以后再上阴影，我今天就是倒过来，先上阴影，再上颜色。好，这个是 OK 的啊，因为我很少这么画啦，不过曾经试过就是了。来，我直接在这个彩色铅笔上面哈，沾取这一个，然后来
着色。因为我这张是水彩纸裁的哦，所以可以 hold 住一点点水分，没有关系。另外一支哈，深一点的蓝色。这边就反过来，这边是蓝色。这个部分可以加阴影。这个是金色的蝴蝶笔，哦，我的创作里面少不了金色。来，在这边哈，并不是每一个都画，我也是跳着画，随便挑几个。然后我要拿的是这个白炭笔啊，我要在这个叶子的这个边缘有点上不上去，稍微有一点点效果啦，还可以，一点点，加一点白，看不太出来，没关系，不管它。好，我要把这一条做阴影。然后这个就只是普通的 HB 铅笔哈，我要在这个上面直接画哦，就是用笔的斜的，因为其实它不太尖哦，因为我常常用这一支来做阴影，哦，那这支不太尖，我就直接用它来画。我要画春天图样，可是因为它可能会有一点点斑驳的效果，不用很清晰。这个好像是我有看马来西亚的 Sharon 老师，他有这样子的创作，我觉得很好看。不过我不确定他是用什么画的，我只是觉得用铅笔是 OK 的。我就是故意画的这种有一点点断断续续的感觉哈。好，现在这个是白色的水样笔哈，有你的太字 UM153。我们在用这种水样笔的时候哈，一定要先在纸上面先让它这个水要能够顺畅的出来以后再画，不然你就会很挫折。我现在在做的都是一些细部的点缀。好，我这一条哈，我打算来给它做一个这样子，变成一个 double 的感觉。这一条也是。
这种细节的地方就是靠大家平常看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可以做变化。那像旁边这个如果觉得不够黑都可以再加。那这个现在就比较用力，会比较明显。我们今天画的这一张呢，相对来讲比较简单我没有用很多的图样去做堆叠，主要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那一个新的图样，这一个。这一张的画法呢，其实它就是放射状的就是绕着一圈，把它画成像花朵一样那旁边再做穿插进去，全部一模一样，只是同样图样的练习而已，它就能够组合成这样子好看的样子。OK， 好，来这边要画一颗珍珠。我用的这个是01的比较细的线条，我来给它加一下。我们并没有要画到非常的拟真像我们今天就没有画宝石嘛只是画了一颗小珍珠而已。我们没有要做到拟真那种程度我们只是就像我前面所讲的我们简单的线条重复画，慢慢的把一些细节补充上去，然后看看有哪一些是我们觉得这边还可以再加一点，那边可以再加一点，慢慢的让我们的画面更加的丰满来，我这边再加2条。都是非常简单的线条并没有太多很困难的东西，没有那最多的技巧就是从后面画这个部分是从后面画，后面这一个叶子这个也是从后面画，就只是这样，还有这边从后面画这个是蛮基础的缠绕技法。好，那我就要来签名了。就是我们的缠绕创作呢，不一定每一张都会是旷世巨作，都是放一大堆东西在里面那你要有一些空白的地方，让它有呼吸的空间我们日常生活也是一样。你把行程排得满满的，你就会觉得压力好闷要有一点点空间让自己呼吸。OK，我们今天画的算是轻松小品，很快的完成来，忘记来拿上来我还蛮喜欢这个，感觉上是一个暗暗的效果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创作，不复杂。我们主要是做一个新图样的学习跟练习，好吗？OK，那我就会把这个图样的分解图我会放在脸书、Instagram，YouTube 上面也会放YouTube 的社群。谢谢大家，大家晚安，Good night。